Note 10作为三星10年淬炼下提供给专业用户的旗舰机种 ，Galaxy Note 10系列除了还是你熟悉的 Note， 更在 Note 10系列上拿出最好的提供给专业用户，可以说是一次到位，给好给满。在邦尼第一手拿到 Galaxy Note 10 Plus 的时候，感觉依旧熟悉，但一切都不太一样。究竟 Note 10 Plus 表现如何？我们边看边说。立刻加入邦尼 Facebook 讨论区，邦尼接下来测什么跟专属好康，全部都在邦尼讨论区。也别忘了订阅邦尼，并开启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产品评测。邦尼这次带来的一样是 Galaxy Note 10系列中顶规版本 Galaxy Note 10 Plus。从外观设计说起，这次邦尼手上的 Galaxy Note 10 Plus 是采用全新配色的新环银版本，相较起过往大多是单一色彩的三星旗舰机种， Galaxy Note 10系列当中的新环银可说是更大胆活泼的选择。当然，三星旗舰的成色上依旧相当成熟，新环银虽然会随着 Galaxy Note 10的物理曲面，在机身背盖上自然产生幻彩的光影流动，更一路从机背延伸到两侧曲面上，在一体性上非常强烈。而在一般环境中， Note 10系列的新环银也可以静静地呈现出整面偏蓝的高光亮面，呈现出属于 Note 的内敛沉稳。而随着两侧曲面收边更为圆润垂直，随之带来的当然就是更胜以往的良好手感，搭配着 Note 10 Plus 相当薄的机身厚度，即使是 size 比较大的 Galaxy Note 10 Plus， 在边缘手感过渡上也相当顺畅。接下来帮你带大家看一下这次 Note 10系列的盒装配件。打开盒装后，顶部的上盖一样有个小盒子，你可以在里面找到说明文件以及背面点状处理的透明保护壳。打开盖板，接着当然是这次全新的25瓦闪电快充组。因为 Note 10已经没有了 3.5mm 耳机接口，所以也随附了 Type-C 接口的 AKG 耳机。接着放在充电器下方的是 S Pen 的替换组，以及转换手机相当方便的 USB to Type-C OTG 转接头。而在 Note 10系列上，出厂时也都已经贴好了保护贴，可以完美相容萤幕下指纹辨识。整体来说， Note 10配件上依旧是给好给满，打开就能直接使用，相当诚意。外观配置部分 ，Galaxy Note 10 Plus 顶部配置了 Note 10 Plus 专属的双 SIM 双4G 或 SIM 加 Micro SD 的3.2卡槽。卡槽旁边的这个是双喇叭之一的顶部麦克风。顺带一提 ，Galaxy Note 10采用的是实体双喇叭，除了顶部的开孔，在正面萤幕上也有一条细到几乎看不到也不存在的扬声器出声条，顶部也配有麦克风。右侧部分除了隐藏天线外，没有任何按键，按键集中在左侧。由上到下分别是音量按钮以及电源跟 Bixby 双合一的智慧按键，除了可以当成一般的电源键使用外，也可以自由设定点击2下启动相机、长按启用 Bixby 等等。当然关机的方式也就需要组合按钮啦。除了可以直接透过下拉选单进行关机外，也可以长按电源加音量向下键进行关机。顺带一提，短按一样是截图，位置不变。而在底部则是取消了 3.5mm 耳机接孔，有些可惜。由右到左分别是麦克风、Type-C 传输接孔、底部喇叭以及 S Pen 插槽。邦尼手上的新环银版本随附的 S Pen 在收起时与边框一致，采用同样的银色亮面，而在抽出后则是撞色的紫色笔身。Galaxy Note 10系列依旧搭载今年获得一致好评的三星自家也是独家的欧极线 Dynamic AMOLED Display。Note 10 Plus 的这块萤幕除了跟 S10 系列一样达到 0.4 JNCD 的精准色彩外，最高1200尼特的超高亮度、200万比1的对比、HDR10 Plus 的支援，以及透过萤幕当中的战合一元素降低 42% 蓝光的护眼模式，不论是各种指标， Galaxy Note 10 Plus 的 Dynamic AMOLED 几乎都可以说是目前市场上最为强势的一块萤幕。一样是那句话，这块萤幕绝对值得你到现场实际体验。实际体验来说，虽然邦尼在线上发表时就已经看过不少官方图片，不过当邦尼第一眼看到 Galaxy Note 10 Plus 的萤幕时，还是相当惊艳。最直接的就是随着 Note 10 Plus 的萤幕更大，上下两条上巴跟下巴的宽度更是再次缩小。不过最重要的是，随着 Note 10 Plus 的两侧曲面收边更为垂直，相对的在两侧黑边上也更细了。握在手上的时候，也不禁让邦尼想象，能够拿着整块萤幕的那天已经不远了。
好啦，看回 Note 10 Plus， 除了萤幕占比来到 94.2%， 邦尼认为最大的差别还是 Note 10 Plus 的大萤幕，让整体比例放大了萤幕视觉，在爽感上还是非常高。而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重新将镜头放在中间的欧极线全萤幕吧。以邦尼的实际体验来看， Note 10的萤幕开孔虽然放到了中间，邦尼也老实说，在视觉上肯定会更为明显。不过当你实际拿到手上， Note 10小了一圈的萤幕开孔，实际上能够更有效减少视觉的遮挡，在使用上也几乎不会有所影响。而萤幕开孔对邦尼来说，相较起目前其他全萤幕方案，可能会带来手机不再防水、主镜头不支援光学防手震等问题。三星在旗舰采用的萤幕开孔方案，可以说是更理性实用的选择。说完了实际体验，我们看回萤幕规格。Note 10系列两款机种分别搭载 6.3 寸 Full HD Plus Dynamic AMOLED， 邦尼手上的 Note 10 Plus 则是搭载 6.8 寸 2K QHD Plus Dynamic AMOLED 欧极线全萤幕，达到498 ppi， 两者都支援 HDR10 Plus， 显色上更获得德国 VDE 认证，色彩可以完整覆盖100% DCI-P3 色域。邦尼在总结时也会带大家怎么选 Note 10跟 Note 10 Plus， 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吧。音效上 ，Galaxy Note 10一度让大家误以为取消了顶部喇叭，采用了萤幕发声技术。不过现在事实证明 ，Galaxy Note 10系列一样搭载由 AKG 调教的双喇叭，出声开孔则是藏在了萤幕正面超级细的开孔以及顶部的实体开孔当中。除此之外 ，Note 10 Plus 一样支援 Dolby Atmos 杜比全景声。在邦尼的实际体验当中 ，Galaxy Note 10 Plus 的双喇叭表现依旧相当强势。邦尼也提供一段外放测试让大家参考喽。效能上 ，Galaxy Note 10 Plus 台湾上市版确定是高通 S855。邦尼也在此呼吁，先前喊出高通就买的用户，现在就马上出门预购，不要再等了。Galaxy Note 10系列在台上市版的 SoC 搭载了 Qualcomm Snapdragon 855处理器，对于坚持非高通不买的用户，绝对是个好消息。Note 10给上了 8GB 的 RAM 以及 256GB 的 ROM， 而 Note 10 Plus 则是提供了给满的 LPDDR 4X 12GB 的 RAM， 以及目前最快的真 UFS 3.0 256GB 512GB 的 ROM 两种容量选择。此外 ，Note 10 Plus 更支援最高1TB 的 Micro SD 卡扩充，不论选择哪个版本，对于一般使用者来说都够用了。如果真的是大用量的使用者，那就直上 Note 10 Plus 吧。在AnTuTu 实际跑分当中 ，Galaxy Note 10 Plus 达到了366406分。在效能上 ，Galaxy Note 10 Plus 依旧是今年旗舰水准。简易跑分数据可以参考以下表格，更完整性能测试结果。一样可以在 isbani.com 上找到完整资讯。在散热性能上，更采用了更薄的平板热管冷却系统。Note 10 Plus 既然都是旗舰了，在性能上应付所有主流游戏几乎都没问题。续航上 ，Galaxy Note 10 Plus 搭载了4300毫安时的电池，在邦尼的续航测试中达到了14小时37分，表现上依旧相当不错，一天一充没问题。就算需要紧急用电 ，Note 10 Plus 也随和附赠了最新的25瓦闪电快充 2.0， 并且相容 PD 3.0。在25瓦快充测试中，0到80%的充电只花了36分，在充电稳定性上快得夸张。最后20%的涓流充电花了8分钟充到90%，完整充满总共耗时1小时3分钟，真的超级快。邦尼也不断强调，除了瓦数高，快充的稳定性也很重要，这也让邦尼非常期待后续也可以加购的 Note 10 Plus 专属45瓦快充组。未来正式上市的时候，邦尼也会带来相关的快充实测。而 Galaxy Note 10 Plus 也支援更快的无线闪充，并且一样支援 PowerShare 无线电力分享，同样可以透过无线帮其他手机充电，或是帮 Galaxy Buds 进行充电。相关应用也可以点击右上角资讯卡，参考邦尼稍早推出的科技酷品第4集。生物特征辨识上 ，Galaxy Note 10采用了全新一代的超声波指纹辨识，并且放在了更好按压的中间偏下位置，放在更适合大拇指的触摸高度，这点相当用心。在体验上直接说结论，新一代的超声波指纹辨识速度很快，没有其他形容词，就是快。除了快，一样可以摸一下就拿开，直接解锁。手湿湿的、油油的，一样可以解。
这次 Note 10系列不论在截取、辨识跟动画上都重新进行优化，速度上真的快。当然 Note 10一样支援脸部辨识解锁啦。通讯性能上 ，Galaxy Note 10依旧支援了最新世代的 Wi-Fi 6通讯规格，并且支援最高7CA。行动支付上也支援了 Samsung Pay 的 NFC 感应支付以及 MST 磁条感应。Samsung Pay 的相关介绍，也可以点击右上角资讯卡参考邦尼在 A70评测当中的详细介绍。而在生产力上，三星也跟微软合作，进一步强化了手机跟 Windows 的连接。只要在通知选单中点选连接到 Windows， 就可以透过无线的方式，在电脑上查看手机的照片，以及回复手机上的简讯。而自家的 Samsung DeX 功能，现在可以透过一条 Type-C 线材，就连接到电脑，启动 Samsung DeX。不过这个功能需要搭配电脑版软体使用。网页也说明，将在 Note 10正式推出后才可以下载，目前邦尼暂时还测试不到。这次在 Note 系列专属的 S Pen 上也推出功能更丰富的 S Pen 2.0， 三星更将 S Pen 比喻为魔法棒。除了跟 Note 9一样采用蓝牙连接，拥有最远10公尺的远端操控范围外，这次也升级了可以远端操控的功能。拿着 S Pen 就像魔法棒一样，只要轻轻画出咒语，就可以远端操控 Galaxy Note 10咯。所以现在就由我们哈利微信来施展魔法给大家看。在画面上你可以看到，我们完全没有碰到荧幕，荧幕上的微信只要轻轻转动手上的魔法棒，就可以让镜头变焦。重点是你没有发现微信已经站到超远的桥上了吗？而且就算隔这么远，你也可以按下拍照按钮或是切换相机功能，可说是新一代团体照神器啊。在此之前，邦尼也要先教大家使用小技巧。S Pen 远端遥控的手势都要记得哦，按下时画咒语，放开后施展魔法。例如入门的魔法，在相机中拿着 S Pen， 按住按钮，同时将手势往下后放开，可以切换镜头；按住左右滑放开，可以切换模式。接下来进阶魔法课就比较难咯，仔细看哦，你可以按住按钮往右快速旋转，这时候不要放开，继续按住按钮，接着相机将会开始变焦，到达你要的大小后马上放开，就可以成功的远端变焦。这些魔法是不是很神奇呢？如果无法施展魔法，不代表你是麻瓜，多看几次邦尼的影片，一起加入魔法学院吧。在 Note 10 Plus 的 S Pen 2.0， 除了可以当魔法棒，以邦尼身为创作者来说， S Pen 还是比较贴近平常的生活。不论萤幕是开的还是关的，随手抽出 S Pen 就可以直接将灵感记录下来，并且搭配着拟真的笔触音效，让 S Pen 的写字体验更为真实。除此之外，全新推出的手写文字转文字功能真的超级好用，只要在 Samsung Note 笔记本中写下文字，接着点击笔记转文字，就可以将手写变成文字。重点是中文也可以，真的超方便。写出来的内容也可以另存成 Word、PDF 等档案格式，让 S Pen 2.0 除了继承以往各项实用的功能，例如抽出后的即时悬浮选单、透明便利贴等等，更让笔有了更多可能。如果你也是需要创意，但灵感一来很快就会忘记，那 S Pen 就是你的好伙伴啦。接下来当然是大家最期待的相机啦。Samsung Galaxy Note 10系列由上到下分别搭载了 F2.2 1600万画素123度超广角镜头，接着是大家非常熟悉能够日夜智慧切换的 F1.5、F2.4 智慧双光圈1200万画素主镜头，支援 OIS 光学防手震以及 2PD 的对焦。最后是 F2.1 1200万画素的望远镜头，一样支援 OIS。Note 10 Plus 则是多了 VGA TUF 景深相机。Galaxy Note 10系列在拍照上一样支援30种 AI 智慧场景辨识，以及更强化的夜景模式。日拍上帮你提供一组最严苛的大背光样张给大家参考，可以看到在主镜头以及超广角下 HDR 依旧强势，跟 S10 Plus 相比，两者都可说是今年在主镜头跟超广角都最平衡优势的机种。夜拍上 Note 10 Plus 跟 S10 Plus 的夜景模式在拍摄的所需时间上差异不大，有时候 S10 Plus 比较快，有时候 Note 10 Plus 比较快，有时候几乎一样快，所以还是相机判断的参数不同。我们也直接来看样张，可以看到在一般模式下，两者依旧是今年的第一梯队，在开启夜景模式后，两者表现依旧强势。Note 10 Plus 在 HDR 效果上更激进一些，而在暗部细节上，两者表现也依旧相当不错。因为时间关系，帮你今天先说到这边，更多相机实测请持续锁定帮你。
录影部分除了一样支援先前在 S10 时帮您测过的 Super Steady 超稳定防手震 HDR10 Plus 录影之外，这次在录影收音上也加入了远距焦点收音，只要在录影时将画面进行变焦，就可以针对放大的地方进行收音强化主体的声音，降低旁边的杂音。口说无凭，那我们直接来听听看咯。可以听到随着镜头往内拉，远处焦点的水声也会跟着变大，也让收音跟画面更有一体感。而 Note 10 Plus 更是透过景深相机，让拍照时能够有更精准的即时景深照片，影片录制时也可以进行即时景深录影，并且可以自由选择柔焦、散景、显色、杂讯4种不同特效，让景深不只是背景模糊。除此之外 ，Galaxy Note 10也加入了全新的影片编辑器，只要在媒体浏览器内点选右上角的短影片按钮，就可以选择多段影片进行剪辑。透过 S Pen 更能够方便拉动各种功能，在编辑器内，除了可以编排顺序加上转场之外，也可以独立编辑每一个片段，例如简单剪辑需要的片段，换上各种不同的滤镜，加上涂鸦、贴图、文字等等，也可以调整播放速度，并且配上背景音乐，制作一些简单的短影片。除了更多录影功能外，三星也加入 AR 相关的 AR Doodle 功能，只要在相机的录影界面当中，就可以找到绘图的 icon， 点下后你就可以透过 S Pen 在立体空间中作画。你也可以锁定某一个人的脸，在他的脸上画画，画完后就算人物走出相机之外，只要再一次拍到他，这些涂鸦还是会自动辨识回来，相当神奇哦。Samsung Galaxy Note 10系列作为三星10周年旗舰的 Note 机种，在熟悉的感觉当中，却又一切不同。Galaxy Note 10在所有今年的新功能上都更为成熟，不论是机身设计上，全新的新环影更为活泼大胆，却又不失 Note 的时尚设计。影音娱乐部分，欧极线全萤幕所造就的全萤幕设计 Dynamic AMOLED 所呈现的高动态对比，以及饱和通透的萤幕色彩，或是更细的4轴边框，达成更好的萤幕占比。作为三星的真旗舰 ，Note 10 Plus 的萤幕依旧是今年最优势的选择。大萤幕加上高萤幕占比 ，Note 10也让手握整块萤幕的想象又更近了一些。相机中的夜景、Super Steady 超稳定防手震、HDR10 Plus 录影跟即时景深录影等等，都能够看到透过更多的软硬体应用，让稳扎稳打的硬底子更有所突破。而在 S Pen 上，则是做好笔记的基本功，再加上团体照神器的延伸应用。效能上，三星带来大家引颈期盼的旗舰 SoC Qualcomm Snapdragon 855 Note 10 Plus 更是12GB RAM 给好给满，闪电快充 2.0 更一举从25瓦直接进化45瓦。Galaxy Note 10 Plus 虽然感觉熟悉，但从里到外却一切不同，绝对可以称得上三星的真旗舰。片尾时间，邦尼也将针对 Note 10跟 Note 10 Plus 说一些选购的建议啦，记得看到最后哦。好啦，本期节目结束了，不要忘记右上角对 Samsung Galaxy Note 10系列进行投票，或底下留言告诉邦尼团队，你还想知道 Samsung Galaxy Note 10哪项功能，或想看的产品测试。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邦尼认为这次 Galaxy Note 10双版本其实能让更多 Note 的涵盖族群更广。Note 10更适合喜欢 Note、喜欢 S Pen， 但因为 Note 太大，迟迟不敢下手的使用者。Note 10适合喜欢单手操作、追求手感的你，而 Galaxy Note 10 Plus 则是适合现有的 Note 爱用者，或是想要追求顶规的你。